就在最近这场直播里，帕克的语气明显不一样了。他面对着镜头说了一句让无数观众倒吸一口凉气的话。他说，未来几周将会有一连串重大事件爆发，从欧洲到亚洲，从中南海到华盛顿，整个地球的局势会被重新洗牌。他甚至罕见地提醒大家，这几周千万要小心，不要长途旅行，不要过度依赖云端，重要资料一定要做本地备份。熟悉帕克的观众都知道，他平时做预言会给自己留很多余地，会说可能，或许有机会。但这次的直播，他用了非常多肯定句。我看到，我确定，它将会发生。这种语气的转变本身就是一个重大讯号。我看完直播之后，第一时间做了3件事：把家里电脑的重要资料拷了一份到外接硬碟，把几份重要文件列印成纸本，又把家里的应急粮食和现金重新检查了一遍。听起来像在演灾难片，但帕克今年从年初到现在，已经连续命中了一连串让所有人瞠目结舌的事件。我先把这条时间线拉给你看，你才会明白这次他发出的警告到底有多重的分量。我们先从去年底讲起。2025年12月4日，帕克发出第一次强警告，说台海或中日方向会出现一次极惊险的雷达锁定式战争彩排。当时很多人觉得他在吓唬人，因为中日之间虽然有摩擦，但离实弹级的对峙还很远。结果仅仅2天后，12月6日，中共辽宁舰真的就用火控雷达2次锁定日本战机，事件震惊全球。注意，这是火控雷达，不是普通的搜索雷达。火控雷达一开机，等于是把扳机已经扣到一半，下一个动作就是发射飞弹。日本当局当时气到马上提交外交抗议，整整48小时，从预言到应验，连时间误差都不到1天。再往前1个月，2025年11月19日，帕克点名委内瑞拉的马杜罗，说他可能会在一场政变或暗杀中倒台。又是2天之后，11月21日，川普亲自打电话给马杜罗下最后通牒，要求他离境。马杜罗拒绝，美国随即把他和他的盟友列为外国恐怖组织成员。加勒比海被美军封锁，委内瑞拉的油轮被扣押，马杜罗政权瞬间命悬一线，这也是2天内应验。注意这个现象，从预言发布到事件爆发，几乎都压缩在48小时之内，这在预言史上是极为罕见的精度。进入2026年之后，他的命中率不止没下降，反而更加惊人。1月初他预警伊朗将发生大规模暴动，政权瓦解。没过多久，伊朗里亚尔汇率跌破140万，通胀高达 52%， 全国爆发3年来最大规模的抗议，从德黑兰市集罢市开始，迅速席卷全国。口号从一开始的经济诉求，迅速转向推翻政权，象征政权的领袖画像被当街焚毁。元旦那一天，一位退役上校公开呼吁军人不要再镇压人民，要倒向民众这一边。整个过程跟帕克描述的一模一样，连起点是市集罢市这个细节都对上了。2月28日，他在直播里预言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精准打击，会击杀领袖，摧毁核设施，整个行动是外科手术式的，不会派地面部队。结果就在当天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真的对伊朗进行了先发制人的攻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空袭中身亡。整个流程从攻击精准度到不派地面部队，到随后川普宣布重点轰炸将持续，每一个细节都跟帕克2天前在直播里讲的完全吻合。这种精准度已经远远超过一般所谓的预言家。更离奇的是，他在年初的直播里曾具体预言过，会有一名美国飞行员在冲突区坠机被俘，随后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营救。当时很多观众以为是随口一说，结果4月初，美军一架战斗机在伊朗领空执行任务时被击落，2名飞官弹射逃生，其中飞行员迅速被营救，但武器系统官负伤，在伊朗境内躲避追捕长达36小时。最后靠中情局的先进欺敌技术和特种部队的高速突击，把人从伊朗山区带了出来。连川普本人事后在媒体采访中所用的词汇，藏身在伊朗的险峻山区，跟帕克描述的冲突区坠机并被俘，外科手术室营救几乎是一模一样。好，当一个预言家连续这么多次精准命中，而且不是模糊的会有战争这种空话，
是具体到时间、到地点、到方式、到结果。那当他这次说出未来几周将有大灾，你还敢不认真听吗？那很多朋友会问，帕克到底为什么准到这种程度？这个问题我觉得值得花一点时间讲清楚。帕克自己给的解释是2个。第一，他从小就有所谓的通灵体质，能感知到一些其他人看不到的讯息。这个说法你信不信都可以，但他做这件事已经30多年，命中过英国脱欧、伊丽莎白女王过世、川普当选、新冠疫情、香港2023年11月夺命大火等等，这些都不是模糊的预言，而是具体到时间、地点、人物的判断。第二，他这些年深度研究印度纳迪叶预言。纳迪叶是写在棕榈叶上的古老预言文献，据说是2000到5000年前的印度圣者所留下，每一片叶子上记载一个人的命运。帕克说，他发现纳迪叶里描述的2026年剧本跟他直接感应到的画面惊人的一致，这种2条独立来源的交叉验证让他对自己的判断更有信心，也让我们这些观众不得不认真对待。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重磅警告，就是标题里那个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的内容，美国将遭受物理攻击。很多朋友可能会以为这是科幻片或者是某种阴谋论，但帕克在直播里讲得非常具体。他说他看到一架飞机自杀式撞向美国的航空母舰并引发爆炸，攻击的源头是伊朗，但伊朗背后站着2个更大的玩家，俄罗斯和中国，甚至可能还有朝鲜。他们提供了某种让伊朗能够攻击航母并引发爆炸的先进技术。这个画面有没有让你想到2000年也门的科尔号事件，或者是日本当年的神风攻击？帕克描述的比这2个都要可怕，因为这次的飞机可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飞机，而是一种被改装过、被植入新技术的飞行载具。它能够突破航母舰载防空圈，以人类驾驶或者 AI 控制的方式撞上去。一旦成功，那将是美国海军自2战珍珠港以来所遭受的最重大打击。我们先想一下，一艘尼米兹级航母造价超过130亿美金，舰上有5000多名官兵，是美国海权投射的核心象征。如果它真的被攻击并爆炸，整个太平洋战略格局会在1个小时之内被重新洗牌，全球股市开盘就是大崩盘，原油期货会一夜翻倍，半导体和航运股会集体跳水，整个全球供应链会瞬间进入恐慌状态。帕克为什么如此确定？因为他已经不是一个人在看了，他的合作伙伴占星师乔尼仔细查看了伊朗和美国的星盘，发现结论完全一致，发起攻击的方是伊朗，受害方是美国，而这场冲突会迅速升级，把中国和习近平都卷进去。乔尼甚至从占星角度补充，这种紧张的局势在3月中旬会达到顶峰，但要注意，3月只是高峰之一，并不是结束，后面的高峰还会出现在5月到6月，也就是现在和未来几周这个时间段。不只是飞机撞航母，帕克在最新直播里进一步补充，未来几周的物理攻击可能还包括几种形式。第一是针对美国本土的关键基础设施，比如电网、输油管线、海底电缆。海底电缆这个尤其要注意，因为过去半年波罗的海和红海已经出现过几次离奇的海缆被切断事件，每一次都查不出元凶。如果未来几周又有类似事件，而且这次发生在大西洋或太平洋的关键节点，那后果会严重很多。第二是针对美国盟友的资产，比如欧洲的能源枢纽、日韩的港口设施，甚至包括台湾的半导体厂房。第三，也是最让人担心的，是帕克所谓的科学恐怖主义。这个词我必须特别说明，帕克从印度纳迪叶预言里读到，未来几年会出现一种非常可怕的武器。原文描述大致是无需火焰就能燃烧，大量人员突然死亡，整座城市变得不再适合居住。有人解读为核武器，但帕克认为这更可能指的是化学武器，或者是生物武器，又或者是大规模 AI 主导的网络攻击。注意，是 AI 主导的网络攻击，这是与物理攻击同步发生的，所以你会看到电网瘫痪、银行系统当机、加密货币暴跌、云端资料被摧毁，再加上1-2起标志性的物理打击事件，整个西方世界会在几个小时内陷入半瘫痪状态。等大家从震惊中反应过来，才发现原来这不是单一事件，而是一场精心编排的组合拳。而且帕克特别点明了一个敏感时间窗口，
他说从现在算起，未来几周尤其要警惕，因为太阳和土星正进入一个冲突格局，国际关系的张力会被放大到极致，大国领袖之间的试探会从外交层面下沉到实际军事与科技层面。这种天象格局在过去历史上对应的多半是大规模的军事摊牌，这就是为什么他在直播尾声反复提醒，重要资料要备份，不要过度依赖云端，旅行要谨慎，因为 AI 网络攻击一旦爆发，机场、海关、订票系统、行李托运都会瘫痪，到时候你不只是回不了家，连身份验证都可能出问题。我自己听完这段，立刻就把家里电脑的重要资料拷了一份到外接硬碟。这个小动作真的不费什么力气，但万一出事，就是救命的东西。讲完美国，我们来看标题第二个重磅内容：中国、欧洲大分裂。很多人第一眼看到这个标题会以为是说中欧关系要破裂，中欧之间的贸易战要升级。其实帕克的意思更深更猛，他不是在讲中国和欧洲之间，而是在讲中国要走上欧洲过去走过的老路，整个国家内部分裂，最终形成一个类似欧盟那样的松散联邦结构。帕克用了一个非常震撼的比喻，叫冰川式瓦解。什么意思？冰川的崩塌不像火山爆发，不会在1秒之内天崩地裂，它是先在表面出现裂缝，看起来不起眼，可能只是一条一条的细缝，然后突然某一天，整块冰川以一种你无法阻止的速度滑进大海。瓦解一旦开始，就不可能逆转。历史上的罗马帝国解体、苏联垮台、奥斯曼土耳其崩盘，全部都是这种模式。苏联解体前，戈巴契夫还在电视上信心满满地谈新联盟条约，结果几个月后，整个联盟就在一个圣诞节的夜晚悄悄消失。冰川崩塌的特点就是崩塌前所有人都看到了裂缝，但没人相信它真的会崩，等真的开始崩，已经来不及。他说2026年中国就会出现第一道清晰的裂缝，具体会表现在哪？帕克列了几个非常具体的征兆。第一，房地产问题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浮上台面，不只是恒大、碧桂园这个层级，而是整个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体系彻底失灵。中国地方政府过去几十年的财政命脉是卖地，现在地卖不出去，就只能靠中央输血。可中央自己也撑不住的时候，地方政府就会开始走极端，要么硬推增税，要么默许各种灰色税费，最后逼到地方民怨爆发，预售制崩盘、烂尾楼潮、业主停贷潮，这几股力量会在2026年中叠加在一起。第二，债务、工资、供应链会出现大面积断裂，工厂关门，薪资拖欠，上游供应商集体讨债。这不是新闻了，这已经是进行式。从广东珠三角到长三角，每天都有中小企业倒闭的消息传出，只是被新闻管制压住了，没有形成舆论风暴而已。当这些单点事件最终串成全国性的恐慌，效应就会跟银行挤兑一样不可控。第三，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会出现裂痕。普丁和习近平的同盟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稳固，围绕武器供应、印度立场、油气定价的分歧会公开化。当俄乌战争走向收尾，俄罗斯会发现中国从来没有真正在关键时刻挺它，于是开始重新洗牌自己的外交牌局。这个现象其实已经在发生，只是被中俄媒体共同遮盖。第四个征兆最诡异，帕克说党内会有人失踪，这个词他用得很重。他不是说某个官员被双规或者被免职，而是某些重量级人物会在没有任何官方说法的情况下，突然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如果你关注中国时政新闻，你会发现过去半年已经有好几位副国级以上的人物，动向变得诡异。原本应该出席的会议没出席，原本要签字的文件由副手代签，连官方媒体报道都越来越含糊，这就是裂缝。第五，一场巨型铁路或者大坝事故会引爆民怨。中国这几年在基建上的疯狂扩张留下了大量的隐患，当经济下行，维护预算被砍，这些隐患会以令人措手不及的方式爆发。一旦发生大坝溃决或者高铁事故，伤亡人数会达到震撼级别，而政府在资讯管控上的失败会把怒火直接引向最高层。第六，某位高层会接受一场重大器官手术，
这个说法在2025年11月就已经被他讲出来了。注意，他用的是某位高层，没有点名，但所有观众心里都很清楚他指的是谁。这场手术可能是肝、心血管或者神经系统相关的重大干预，过程一旦出意外，会直接掀翻政治棋盘。第七，外部科技竞争全面落败，原本期待的人工智慧、半导体突围会变成笑话。当华为、中芯这些旗舰项目陆续传出技术瓶颈，民间对举国体制的信心会一夜瓦解。这对中共来说是更可怕的打击，因为过去10年他一直在用科技强国叙事来凝聚国民认同，这个叙事一旦破灭，连最后一块合法性遮羞布都没了。第八，经济信心全线崩盘，老百姓对人民币、对政府、对未来的信任同步流失。当信任崩塌，无论政府再怎么推刺激政策都没用，因为钱不再愿意进入这个系统，富人转移海外资产，中产减少消费，年轻人躺平不结婚不生孩子。一个丧失了未来信心的社会，是任何政权都救不回来的。这8条合在一起就是冰川的裂缝，而当第8条开始出现的那一天，崩塌就只剩下时间问题。那中国会怎么分裂？帕克说，先是地方政府因为财政崩溃，开始各寻出路，沿海发达省份和内陆贫困省份的诉求会出现根本性对立。沿海要独立解决自己的税收和外贸问题，不再无条件向中央输血，内陆则要求更多救济，否则就会出现大规模社会动荡。中央失去威信之后，省份之间的联盟会自然形成，南方一块，北方一块，西部一块，东北一块，看起来还是同一个国家，但内部已经是好几个经济体在运作，接着就会走向类似欧洲的格局。注意，这里帕克讲的欧洲分裂，不是说欧洲要散伙，而是说欧洲过去的历史，一个帝国分裂成多个民族国家，多个民族国家再组成松散的联盟，这个过程会在中国身上以加速版的形式重演，最终中国可能会变成一个中华联盟式的存在，边境开放，贸易自由，民主体制逐渐主导，人们可以自由流动。听起来很美，确实很美，但通往这个结局的路会非常痛苦。帕克强调，这个过程不会在2026年走完，而是会延续到2030年。在这4年里，会有经济崩溃、社会动荡、区域冲突，甚至小规模内战。这就是为什么他把这几年称为极度黑暗的时期。当中国真的进入冰川式瓦解，最先反应的不是北京，而是边缘地区。香港这几年看似已经完全被收编，所有公开反对的声音都被清空，但帕克认为这种高压只是表面现象。当中央失去对地方的控制，香港的自由派力量会迅速反弹，许多被迫流亡海外的人会尝试回流，香港会重新成为中国转型期最重要的金融自由港之一，因为它既有制度遗产，又有国际连结。新疆和西藏则面临完全不同的剧本。当中央威信崩溃，这2个地区会出现大规模的人心离散。但帕克强调，这不会立刻变成独立运动，而是先表现为对北京的消极抵抗。地方官员会选择性执行中央指令，民间会重新拾起被压抑的宗教与文化生活。等到2028年前后，国际社会的关注会重新聚焦在这2个地区，新的政治安排才会浮现。东北也是关键，东北曾经是共和国的长子，现在是经济最掉队的地区。帕克说，东北的躁动会比想象中更早出现，因为俄罗斯边境局势变化以及朝鲜半岛的不确定性，会把这个地区卷入新的地缘格局。东北的去向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整个分裂进程是和平的还是血腥的。说到俄罗斯，这里必须补一段，在帕克的预言地图里，俄罗斯不是一个被动的旁观者，而是另一个关键棋手。他预测普丁的健康状况也会在2026年明显恶化，俄乌战争走向收尾，俄国会留下一条通往克里米亚的陆上走廊，但战场上付出的代价会在普丁回国之后迅速反噬。他面对的不只是身体问题，还有国内贵族派系的反扑。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工厂的秘密袭击也会持续。一个身体垮掉的普丁，加上一个健康恶化的习近平，2个老盟友会同时进入晚期，互不信任，这就为中俄联盟的解体埋下了伏笔。那么说到这里，就必须要回应标题的第3个重磅，
他之前预测中国2026年天命易主，习近平走不到2027年。这句话其实不是帕克今年才说的，他早在2025年11月就明确预测过，习近平可能会在2027年之前下台，并且其健康状况会在2026年明显恶化，甚至需要一场重大器官移植手术。政治和身体的双重衰退会在2026年一起浮现。这句预言为什么这么震撼？因为在中国的政治语言里，天命这个词分量极重。从周朝开始，天命就是合法性的同义词，皇帝失了天命，王朝就走到尽头。历代王朝末年，从汉末黄巾到明末李自成，从清末武昌到民国末年，都有共同的征兆：天灾频繁，流言四起，宫廷内斗，地方割据，最后一个天命易主，整个体制崩盘。而帕克说，这个古老的剧本正在2026年的中国重演。而习近平这几年最大的政治工程，就是要把自己塑造成万世一系的核心，要做到2027年第21大连任，要做到2035年甚至更久。但帕克说不可能，他连2027年都走不到。帕克的依据是什么？他用了一个非常具体的词，叫深宫内部的政变。注意，是深宫，不是广场，不是军队，不是民间。深宫指的是中南海的权力核心。帕克说，他看到的不一定是武装起义，而更可能是透过医疗手段或者行政软禁，让习近平失去决策权。他甚至补充了一个细节，这场政变的触发点可能就是那场重大手术。试想一下，当一个独裁者进入手术室，麻醉一打下去，他就失去了对权力的物理掌控。那段空白期里会发生什么？历史上有太多政变就是在这种空白期完成的。从苏联安德罗波夫的病榻政治，到中国古代皇帝驾崩前后的夺嫡斗争，每一次权力的真空期都是宫廷斗争最剧烈的时刻。当习近平躺在手术台上，他过去打压过的派系，他清洗过的军头，他冷冻过的红二代，每一个人都会突然动起来。我们不妨再看深一点，中国历史上类似的场景并不少见。雍正皇帝驾崩前后，那段空白期让乾隆得以顺利接位，靠的是张廷玉这些核心顾命大臣的迅速行动。慈禧太后晚年的二次大病，每次都引发朝中暗流涌动。毛泽东晚年因健康状况限制行动能力，也让周恩来、叶剑英等人有了周旋空间，最后才有粉碎四人帮的结果。历史告诉我们，独裁者最脆弱的时刻，从来不是民间造反，而是自己身体出问题的那一刻。帕克进一步说，2026年下半年，中共内部会出现剧烈的人事变动，这种变动不是正常的换届，而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调整。许多原本被认为地位稳固的人会突然消失，许多原本不被看好的人会突然冒头。等到2026年底，地方政府会开始事实上的自治，中央指令的执行率会降到一个荒唐的水准。当地方拒绝执行中央指令，那中央的合法性就名存实亡。而到了2027年，按照帕克的时间线，习近平要么已经退到幕后，要么已经被迫交权，要么因为健康原因彻底无法逝世。无论是哪一种，他原本要在2027年的21大连任继续执掌的计划将彻底破产，这就是所谓走不到2027年。当然，帕克本人特别强调，这些不是命定不可改的剧本。他多次提到纳迪叶预言的核心观点，未来可以被改变，改变的方式有2个，做好事和向神祈祷。听起来很玄，但其实对应的是2个非常实在的层面。做好事是改变因果业力的累积方向，向神祈祷是与更高层的意识频率对接。当足够多的人这样做，整个集体的能量场就会发生转向，看似既定的剧本就有可能改写。帕克说，他公布这些预言不是要吓唬大家，而是希望引发共振，让更多人传递正向意念，去稀释灾难的密度。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在直播里反复强调，这些日子里，请大家保持心境清明，少接触恐惧资讯，多做善事，多与家人连结。但说回现实，2026年的剧本已经写得密密麻麻。帕克把这一年称为清算之年，并且不止清算中共，也清算很多看似牢不可破的全球结构。什么叫清算？就是过去被掩盖的真相，被压制的声音，
被腐蚀的制度会在1年之内集中爆发。爱泼斯坦档案只是一个开始，后面还会有更多的诉讼，更多的泄密，更多的机密文件被解封。帕克说，2026年很多大人物会在突然之间失去舞台，因为他们过去的某段往事会被翻出来，从好莱坞到华盛顿，从金融巨头到媒体巨擘，没有人能够幸免。而这场清算的火焰会烧到中共身上。帕克和他的合作伙伴维尼塔共同看到的画面是，从2025年底开始到2030年左右，世界排名前5的大国会卷入一场战争。战争的爆发时间集中在2026年10月到2027年10月之间，但好消息是，毁天灭地的核战不会出现。这场战争可能是常规战，可能是贸易战，可能是网络战，甚至可能是病毒战。5大国分别是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欧洲，其中受损最严重的当然就是中国。台海可能因为一次飞机相撞或者潜艇相撞事件而擦枪走火，日本被迫卷入，但这场冲突的结局会跟很多人预期的不一样。台湾不会被并吞，反而是中国会在这场冲突中元气大伤，经济彻底崩溃，习近平失势，国家走向分裂。听到这里，你可能会问，那中国老百姓怎么办？帕克的判断其实偏乐观，他说，分裂不等于灭亡，反而是新生的契机。当权威解体，民众会被迫面对自己的选择权；当压制松动，被禁锢多年的创造力会井喷式释放。中国新一代年轻人会在这场巨变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们将是下一个中华文明形态的建设者。而台湾在这段期间扮演的角色非常关键。帕克没有直接点名，但他暗示那些保留了华夏正统文化，又同时拥有现代民主制度的地方，会成为转型期的精神灯塔。这个描述怎么看都很像在讲台湾。换个角度看，这也意味着台湾未来几年会被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位置，责任很重，挑战很大，但机会也是空前的。回到时间线，2026年除了上面这些，还有几个必须留意的时间点。3月中旬到3月底已经过了，那一段是 AI 网络攻击的高峰窗口，期间确实出现了好几起跨国网络事件，只是没被大规模报道。5月到6月，也就是现在和未来这几周，是物理攻击和深攻变动的关键期。7月，美国会进入一段欢庆氛围，但8月，事情会急转直下。帕克说他看到8月22日左右，川普会经历一场重大危机，可能是车祸，可能是暗杀，也可能是某种政治意外，整个川普家族都会被冲击。他的合作伙伴乔妮从占星角度补充说，那一天太阳和嫉妒星重合，太阳代表权力与政治领袖，嫉妒星代表损失，这是非常凶险的天象组合。乔妮提到，他当年用同样的方法准确预测了扎里科克被暗杀的事件，就是因为那天嫉妒星和罗喉星对冲，正好跟太阳合相。不过帕克对川普的判断一向很特别，他说川普是打不死的小强，是天选之人，受神保护。从去年6月以来，川普已经成功躲过3次暗杀，第4次无论是偶然还是精心策划，川普都会躲过去，因为他会活到他的第3个任期。但这个第3任不是修宪强行上位，而是因为2028年大选期间美国陷入巨大困境，不得不延续现任政权。这个困境的源头将是2028到2029年中国和俄罗斯私下伪装，正式向美国开战，战争可能会由台海战事演变而来。更诡异的是，2028年大选期间，一颗陨石会从地球与月球之间穿过，极度接近地球。如果只是擦肩而过，那是天文奇观；如果碎片真的掉下来，加上飓风同时掠过美国，那就会引发火灾、地震、海啸的连锁反应。帕克引用德国纳迪叶解读者的判断，认为这将是人类近代史上最惊险的天文事件，可能改变全球地缘政治格局。至于8月份的另一个重要事件，帕克在2015年的书里就写过，2026年8月，日本会出现一场巨大的毒气云事件。最近几个月他重申了这个判断，并且补充说，这朵毒气云很可能与海底火山喷发或者化学设施受损有关，会从日本东北方向扩散，影响范围甚至可能波及俄罗斯远东地区。对台湾来说，这个预言非常需要警觉。
因为台湾距离日本不远，气流方向一旦改变，影响可能会扩及北台湾。帕克还提到一个很多人忽略的预言，就是 UFO 真相之年。他咨询了5位印度纳迪叶解读师，所有人都告诉他，2026年是揭开外星文明真相的时间节点，地外文明真实存在，长期往返地球。各国政府因为恐惧和羞愧而隐瞒了真相，今年这些秘密会被一块一块翻出来。帕克自己看到的画面是，欧洲黑海地区会出现外星飞船坠毁或者 UFO 现象，从而引发一连串披露。如果这个披露真的到来，它本身就足以让全人类重新思考自己的位置。当人类意识到自己不是宇宙中唯一的智慧生命，所有的国族边界，所有的宗教争执，会在那一刻显得如此渺小。聊完这么多预言，可能很多朋友会感到一种沉重的窒息感。我们是不是注定要走进一个又一个灾难？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到底还能做什么？帕克在最新一场直播的最后讲了一段话，我觉得特别重要。他说，2026年到2029年确实是极度黑暗的时期，但这些灾难不是无意义的折磨，而是为了把旧有的邪恶结构，那些专制政权、贪婪财团、堕落体制从根上拔起来。到了2030年，人类会建立一个基于灵性连结的新文明。在那个未来里，科技不再是奴役人的工具，而是辅助灵性发展的媒介。传统宗教也会经历剧烈的重组，最后去掉教条的糟粕，回归到爱与合一的核心本质。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活在的是黎明之前最深的那段黑暗。最深的黑暗总是最让人绝望，但只要坚持到那道光透出来，一切就都不一样了。那在这几年里，我们具体该做些什么？我把帕克在不同直播中反复提到的建议整理了一下，分享给大家。第一，物质层面要做好基本准备，家里常备一些不易腐败的食物，瓶装水、现金、急救包、手电筒、简单的药物，重要资料做2份备份，1份云端，1份离线硬碟，重要文件还可以列印1份纸本。手机和电脑不要把所有东西都放云端，因为一旦发生大规模 AI 网络攻击，你的云端等于别人的，本地的才是你的。对台湾朋友来说，因为我们所处的地缘位置敏感，这些准备不只是预言应对，更是日常该有的常识。准备一个小型的避难包放在玄关，里面有手电筒、口哨、简单药物，1份家人联络资讯和重要证件影本，这在地震频繁的台湾更是一种日常智慧。第二，财务层面要分散风险，不要把全部资产压在某一种资产类别上，股票、加密货币、现金、实体资产、贵金属，做好分散，并且持有一定比例的流动性。帕克特别提醒，加密货币会经历剧烈震荡，前期可能崩跌 70%， 但会反弹，所以重点不是逃离，而是分散。AI 泡沫也会在春天破灭，科技股会经历一场结构性的回调，但这不代表科技时代结束，只代表泡沫被挤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会浮出水面。在这种震荡中，最危险的反而是那些信心满满，把全部身家压在某一个篮子里的人。第三，心理层面要锻炼韧性，少看会让你陷入恐惧的讯息，少在演算法的恐慌循环里打转，每天留一段时间给自己，无论是冥想、散步、运动、写日记，都是在给自己心灵搭一个避风港。当外面风暴来的时候，你心里有港，才不会被吹散。心理韧性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养成的，是要靠每天一点一点累积。第四，关系层面要重建连结，家人之间、朋友之间、社区之间，多一些见面，少一些云端。当网络瘫痪的时候，能够救你的永远是身边3公里之内那些真实认识你的人。我们这几年都活在线上太久了，把真实的邻居、真实的朋友、真实的家人都变成了通讯软体里的一个头像，是时候重新让这些连结变得真实了。每个月找1-2个朋友见面，每周跟家人吃一顿饭，这些看起来日常到不行的事，在乱世里就是你的安全网。第五，灵性层面要保持开放，无论你信什么或者不信什么，请保留一点对未知的敬畏。帕克从纳迪叶里读到的核心讯息是，世界的所有变动最终都指向一场集体意识的觉醒，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场觉醒的一份子。
每一个善念，每一次祈祷，每一个正向选择都会被宇宙记录，并且反馈到整个集体的命运曲线上。最后我想说，预言再准，也只是地图，不是领土。它能告诉你前方哪里有坑，哪里有桥，但路还是要你自己走。帕克再三强调，未来可以被改变。我相信他讲的是真心话，因为一个只想吓唬人的预言家不会反复告诉你怎么避开灾难。未来几周，请大家稳住心，做好准备，照顾好身边的人。如果这场大灾真的来了，我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用最好的状态接住它。如果它没有来，那我们也不会白准备，因为我们在过程中已经变得更强，更有韧性，更有准备。